现在呢，我在龙湾村这边骑行出来，再次转上龙湾大桥，准备呢还是去找回刚才龙湾冲边的这条绿道骑回去。刚刚我从那个右侧这条龙湾冲那个水闸骑过来，再往那边走呢，其实很近保木园。这边可以看到向右去这个紫泥大桥，而向左呢有一条叫石化大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那我准备去那边看一看吧。我看了一下地图看来还是原路返回比较合理，所以我在龙骨路上掉了个头呢，现在还是去找回龙湾冲边上的骑行道，然后再骑回景观大道从那边回去。今天这个支架很帮忙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晃动，螺丝也没有松脱，状态不错。这条道呢，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的这条道那我基本上就是原路返回，那我就不在清河的河道边上骑行了就顺着这条路的骑行道尽快的骑回去。
这条七星道的这一段呢，和东兴高速是并排的。我的右侧呢就是高速公路，听到这个路上驶过的车轰鸣声。马路右侧这个高速公路边上呢，就是一个连一个的鱼塘了。从这边呢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欣赏一下鱼塘的风光吧。穿过东兴高速右侧呢还是一大片的池塘。刚刚就在前面去问了一下钓鱼方面的知识。骑到这边呢，我发现我的单车咯吱咯吱的声音又出现了，不知道是缺油了还是什么。
这里就是刚刚来过的钓鱼场了。这条道到了这边呢，就有一段分支。那我这边呢叫龙湾村，可是我的左后方呢，应该就是平山村了。所以刚刚我搞错了，以为这里一路过来都是平山村。河的对面呢，是左侧这边就是南山古庙了啊，又回到了这里。就在这样车少人少的马路上啊骑行呢，真的很惬意啊。你可以保持一种匀速，这样呢就会比较节省体力啊。你会一路的往前骑，迎着风，还是挺凉爽的。我看左侧在建一个什么湖的大型综合钓鱼场，就这边呢，真是办什么事都是一窝蜂的啊。就是说的好听是成行成市，说的不好听就是恶意竞争，没什么创意啊。刚刚就从右侧这条小路骑出来的，但是我想直接去到景观大桥，再右转，直接上景观大道。其实
石桥这边的路啊，真的有时候很绕的，因为它没办法，它只能跟着这个河的弯度啊，顺着这些弯道建路。这些路原本往西，说不定走路就向南向北了。所以你在这边说东南西北，有时候搞不清楚。所以我也是搞了很久，才基本上搞清楚这边的路啊，到底是怎么走的。眼前的呢就是景观大桥啊，但发现这边啊都给堵住了啊，我就只能抬车上桥，从桥上走了。好，推车上桥，可以看到我的右侧景观大道下面的这些路呢，都在重新修建。现在已经上了景观大桥了，向着前方的鱼山西路骑过去。从景观大桥骑下来啊，每次骑行在这条景观大道上呢，心情都还是非常舒畅。原因呢，就是这个路两边的绿化特别好，这个路呢又非常的宽敞啊，这是我比较喜欢骑行的一条道。马路左侧呢就是横江村了，我上次从这里面骑出来过。前阵子刷视频啊，就刷到了一些年长者的骑行的视频。一开始刷到的是一位90几岁的爷爷级的老先生啊，他的骑行看上去体力还非常的充沛，我觉得这应该是极限了吧？谁知道呢？还有一位100几岁的年长者，照样呢还在骑行之中啊。虽然速度会慢一些，但是我觉得让人家更加坚定啊，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呢，这种骑行运动
包括其他的体育运动啊，并不适合每个人。一个是身体上，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活动或者运动，另外一个呢，还是心理上的这一关难以克服。就很多人呢都会去健身房，都知道啊，锻炼身体对自己保持健康、保持活力非常有用。但说句不好听的话，真的能够享受运动的人，就在这种运动当中啊，就很辛苦，但是呢很愉悦，这种心情的转换之中，感到有一种满足感的人呢，其实并不多。还有呢，就是人很难完全坚持。如果说我不拍这些没用的视频，我说句心里话，我在这些奇怪的路上默默的骑行，我也会觉得无趣啊，坚持不了多久。这个是人性使然啊，你就一定要有一些动力才行。你没有这些动力的话呢，你没法坚持很久。其实做事业也是一样，做学问更是如此。如果仅仅是说喜欢还不够，它一定要有所得，产生价值，就让你感觉呢，它有更多的人生的意义。那现实来讲，就会让你觉得产生更多的，比方说让身体更为健康，心情更为舒畅愉悦，从而呢能够让自己健康的活得更久，或者呢通过这样的体育锻炼，让自己保持一种工作的激情活力啊，让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获得更多的价值体现，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家人等等啊，这些都是利之所趋。我觉得有了这种利益追求，你才会愿意长久的做一件事。只不过每个年龄段呢，这种目标未必完全是为了金钱，但肯定是对自己有好处才行。但同时呢，又不能完全是功利性的啊。就有些人他就是为了做视频，比方说骑个单车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历经艰险，然后把自己的人在囧途的这种面貌状况呈现给大家，来博得大家的一种同情也好，或者持续的跟踪，那最后积累了粉丝，最后呢就变现啊。我知道这样的人其实也是把这个当做一种自媒体来经营，我并不反对这些，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但是呢，说白了，这种人呢，10个里头成不了一个，100个里头啊未必有1-2个能够成功，因为呢太功利有时候不行，而且有时候急于去做一些不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挑战，甚至去冒险，那就有可能会出问题，甚至有时候让自己追悔莫及啊，等等。我做视频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的骑行健身了，增加一些佐料，同时呢也跟我的同龄人啊，当然比我年轻的，将来也要退休变老的那个群体啊，做一些分享。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啊，确切说呢，就是退休生活的一种状态，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毫无意义。但是呢，对我这个年龄层，尤其是对我自己，对一个小众的群体，如果你的身体是符合可以做这种锻炼的，那这就是一个经济的让自己身体保持活力，
能够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一种方法。我觉得我呢愿意分享出来，对那些觉得有用的朋友呢，可能有用啊。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呢，你如果刷到了我的视频看看就好，如果觉得没有意义呢，就以后永远都不要再看。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功利的这种愿望啊。所以这是我在基因当中呢，偶然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只是在特定的视频网站上做一些小小的分享，而对那些七嘴八舌、容易招来各种评论，甚至莫名其妙谩骂那种心态的人群呢，我毫无兴趣跟他们分享。所以还是保持小众，为了自己，也分享给一小部分的人，大家呢能够互相观摩、交流。现在呢，我又骑回到这条莲花大道上了。前方的高楼呢，就已经是祈福新村里面的房子了。现在呢，是一条上坡道。但我发现啊，我现在骑这样的上坡道，即便是不做调档，还是能够以一种比较慢速均匀的节奏骑上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心态的转换，当然也是体力比以前稍稍有些增强，所以能够骑上去也不会觉得很喘，不会觉得很累。